我们先来看看国际议题了啊。国内议题引起了大家很多讨论，但是美国的议题其实也要映照到台湾来看看为什么？你看看俄乌战争，对乌克兰来讲，美国不是全力力挺吗？但现在美国好像是下了最后通牒了，宣布对于乌克兰的援助最后一笔2.5亿美元的军援将是最后一笔啦。鳌拜马博瓦拉哦，还记得吗？当初泽伦斯基还希望各国一起来承担他的重建经费，但是现在连战争还在进行当中，布林肯说最后一笔援助经费包括刺针飞弹、防空飞弹等等的各种的军火弹药哦，最后一批不会再有了，就是这么2.5亿美元。那么，所以再看看以色列啊，以色列高层会晤，美国跟他们讨论之后，讨论究竟要怎么把战事说要用转型的方式，不是停火，不是要把战争停止，要过渡到不同阶段。但现在所谓的不同阶段，大家意见不一样啊。中东现在恐怕陷入混战了哦，各种胡塞美军的组织，除了红海危机之外，更是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发展。战争就是给它继续发生下去，惨的当然是当地在打仗的老百姓啊。那美国的2024大选里头，各种的调查网认为，这个是全球民调，美国乌俄战争以巴到现在，拜登跟川普看法怎么样？美国方面的选民看法认为34%认为拜登挺以色列，43%认为川普亲以色列。结果20%的民众对拜登还有以色列以巴都同情，这样代表过关吗？所以连明年要投票投给谁哦？川普跟拜登是川普仍然是领先，甚至如果拜登跟川普选一个的话，川普的领先是46跟43，因为基本上在一些立场差异不大。所以当民调查拜登、川普上台之后，可能会有的政治目标是什么？一种是没有，就 nothing， 还要不然就是复仇。所以在所有的关键字里都是这样哦，包括吵来吵去的法院，各州不同调。密西根州已经驳回了禁止川普参选的这个法案的判决，好吧？那所以在希望战争发生吗？为什么会这样希望？美国布局印太南海，加剧中非矛盾，甚至有一个所谓的妙手提案专案，要推升南海的升温。只要马可是政府在南海这里可能的争端，现在可能有一些风向在变化当中。但所谓的这个妙手专案，就是希望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把紧张局势升高，但是对于美国来讲，是不是相对会比较有好处？亮哥，这个美国情治单位在中国网的被破获，这很久以前的事了，至少差不多15年以前的事了。所以现在又拿出来重提，我觉得这种重提给人家感觉是，就是为了争取预算了，就是审查预算时间又到了啊。我的感觉是这样了啊，这个。现在2个人的选举啊，我觉得如果现在投票，那川普应该有90%的胜率。90%这么高？90%，因为我看到了7个摇摆州，拜登是全输啊，而且也看不出他有力挽狂澜的这个能量，因为明年1月、2月啊，我讲白了啦，那个乌克兰的危机就会浮上台面了。就是你到底要怎么弄下去？你总要有一个方案吧。比如说欧洲有人在跑啊，希望能够帮他凑出200亿欧，可是都不一定会成功啊。那可是200亿欧也会用完啊，那怎么办呢？那摆明了共和党国会就是不给你钱啊，那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恶化啊。那2月你就要看以色列跟加沙那个事情要不要走个善了。那也没有那么容易啦，因为以色列就是不接受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嘛。那这2个议题啊，事实上，我认为共和党一定会把它跟这个阿富汗扯在一起打啊，那甚至还会把那个拜登在台湾的一些挫败放在一起打啊，就觉得拜登好像每一个地方他都守不住。我认为共和党会用这种方式打。不一定会扯到台湾呐，可是一定会扯到阿富汗，那就是一路下来了。就你拜登根本就是个无能政府嘛，那阿富汗收尾收得这么糟糕，然后接下来乌克兰你从头到尾你是怎么讲的？你认为一定可以？而且坦白说，你不能够说北约没有介入，
北约已经投入，除了没有直接出兵之外啊，他给予的武器呢总量是很大的，然后还提供各种卫星监看的设备啊。那结果既然俄罗斯还活过来了，而且好像还越活越有个样子，你知道吧？啊，因为今年的财政预算就明显，它经济今年是成长的啦啊。然后因为能源的价格上升嘛，它还活得好好的，各种抵制封锁完全没有用，然后卢布也没崩溃啊。然后你最爱的那个国家一天到晚跑去挺他印度啊，你对他印度也没辙啊，对不对？结果它还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圈，就是俄罗斯跟土耳其啊、跟印度啊、跟中国啊这种奇怪的经济圈，这样也活得好好的，就是这样啊，经济也成长了，经济也成长啦。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川普一定会认为拜登就是个蠢蛋啊，他一定会说，如果是我第一时间就跟普丁谈一谈，那搞不好顿巴斯就独立，那这个事情就结束了，结果搞成这个样子啊。所以我是觉得，明年拜登有的受了啦，上半年就够他受了。其实这个在美国如果政情选情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抗中我只是比较担心台湾又要变倒霉鬼嘛。欢迎回来，民调上面在美国的大选一样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不过现任总统拜登一再的创新低，但这个调查更有意思。这不管是拜登还是川普啊，上台之后政治目标是什么啊，就有关键字啦，一个叫复仇，一个叫什么都没有。这个本身来讲，这个调查里面啊，因为美国我们要了解，美国是一个非常阳刚的国家哈，然后这个里面阳刚的代表，这个川普本身所代表的这个精神啊，这个复仇要复谁的仇？谁敢得罪美国？美国要复仇就是川普要对拜登复仇，这个太明显。然后呢，这个 nothing 这里面讲的没有啊，就是对拜登来讲，既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规范性的写照。事实的话呢，就是大家感觉到呢，这个拜登呢，他不是没有做事，他是做什么都做不好。就是你问他有个什么好事，让你觉得印象中比较好的，就讲不出来。所以说，相对而言的话呢，那个川普本身要谈到复仇的个部分的话呢，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现在来说说看，拜登本身他做了几件事情的话呢，就是感觉上好像做跟没有做，甚至于做还不如不做，你知道吗？从阿富汗撤退，这个是个非常麻烦，仓皇就是没有办法再想象的。我跟你讲，我们所得到的讯息只是冰山上的一角。为什么会强调这种原因？就是因为太急迫了，急迫到应该带走的人都没有带走。什么人应该带走？连那个北约国家在阿富汗的英国人都没有带走。那自己说是原来替美国做事的阿富汗人，如果你不把他带走，他就死定了。的这种情况下，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对于这个俄乌之间的冲突，从头到尾讲话的时候说得非常凶狠，然后呢强调就是答应了一大堆什么入欧盟啦、入北约啊什么，讲了一大堆，美国带头，到头来的话呢，真正要遇到事情也不敢做决定。那么这次我觉得更难看了，因为那个泽连斯基跑到美国去要钱的时候非常难看，因为你一边答应，就是大家还英文都进步了 ，as long as we can 跟 as long as it takes 里面所出现的一个差距，因为我们以前从小读英文，在我旁边就是英文专家了，对不对？这个 as long as we can 就是基本上拒绝你了嘛，就要了600亿，只给2亿。这打发要饭的，而且是说最后一笔了。对呀，我们一般以后也没了。我们一般来讲，到你家来要饭的时候，要600块，结果只给2块，这个基本上这个就是很难看的，对不对？那另外的话呢，对以色列的问题是最严重的。我跟你讲，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说，本来拜登他知道他应该做什么，结果呢，他表现出来的态度又受不了自己人道主义的内心煎熬，所以呢，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我跟你讲，算起来啊。这个机票钱都花不少，这个拜登啊、布林肯啊、沙利文啊去啊，我加起来算起来8、9次了，到了没有？效果是0。为什么出现这种结果呢？因为美国本身来讲啊，对于以色列的态度，没有任何的选择，以色列是干到底，就这么结束，就这么简单啊！我觉得这个拜登称之为 nothing 啊，然后川普不用讲，就是针对 nothing 他进行报复就对了。在美国的大选，当然台湾先选完才轮到美国，但是现在这个各个数字、外交关系都会影响到整个选战的发展吗？委员？对，其实阿富汗看起来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远了。其实在美国人心中，它还是个阴影。美国好不容易才走出越战的阴影，然后第一次波湾战争也打得很漂亮，真的忘掉越战，马上越战，波斯湾战争打得很容易，可是小布希再去的时候，你看。拖了多久？
惨烈，才对，而且也是死了几千人。那这个阿富汗少死了一些人，可是两个加起来5、6千个美军死亡而且尤其是阿富汗，你等于是半夜那个最大的空军基地是半夜偷偷的溜走了，那美国觉得没有面子，而且美国现在也没有以前有钱了。你去看纽约、这个旧金山、芝加哥、洛杉矶那个大城市的游民，搭着棚子睡在外面，甚至没有棚子的游民，冬天都还有很多人在街上，那让美国人觉得受不了。就是慈善从家里开始嘛，所以美国本身就有孤立主义的这种倾向。尤其你看现在的这个德州这一带边境，拉丁美洲那些人不断的要涌进来，要逃进来，所以他们为什么喜欢川普？他们如果川普说出他们的恐惧也要，说出他们的心声也要，就美国不需要管这么多天下的事情啊。新潮流又出事了吗？这是在三立的炒地案。刚刚我们看标准嘛，合法这个关过不去，情理如何？三立的炒地皮这个案子呢，黄国昌点名的是郑文灿行政院副院长啊，实质着被说地下院长嘛，赶在卸任当时桃园的时候赶快核定影城开发，一路亮绿灯，炒地大亨掌握媒体啊，难怪相关的结合会这么深。所以呢，在卸任前的匆忙完成，让三立集团获取庞大利益，这个是黄国昌的指控。正办回应。黄国昌擅长用捕风捉影、任意剪裁的方式抹黑他人合法的行为，但是对自身明确的违法行为却轻轻带过。大概这种回应都是民进党一个 SOP 啦，都差不多，大家很熟悉，任意剪裁啦、张冠李戴、人权很危急啦，才会这样说啦，等等的但是对于问题本身没有回答。那无论如何，这个案子大家可以继续检验，那不是只有检验这个他们想要关注的议题而已嘛？比方说潘孟安子弟兵徐富奎又被说也有违法盖农舍的问题，林国春出来痛批了。徐富奎临时被指派参选立委之前，职务是什么呢？屏东县政府的民政局长那结果呢？现在的状况是他继续有违法盖农舍的问题，而且他也农地大小不符合新建资格。那他们回应就是我们拥有农地是为了提供儿子参与向阳协会取得的设施等等，然后就也是都违法也总是有理由不会愿意正面的来回答。那你说刚刚讲到黄国昌拆啦，那一般柯文哲拆啦，那侯友宜捐啦，那所以呢，这些其他还可以硬凹的，有没有办法对于选情真的有止血的功能呢？选情不乐观吗？是到底有没有像民进党内部评估对外讲的说他们已经止血甚至回血了呢？周玉蔻，刚刚亮哥特别提了，他也发了一个文，他说今天中午跟一位熟悉台湾选举的学者聊天之后呢，突然心情非常的沉重。为什么沉重？难道有什么吗？不知道，大家来分析。因为于天光是他本来不愿意出面，就出来一被受访讲到，他说民调在误差范围内敲碎民进党皇城内一片祥和的假象，所以到底是选情乐观、选情危急，是总统选情还是立委选情？到底这个赖皮聊一个对合法不合法、正不正义，有没有说谎之战？有没有可能民意站在正义的这一方？赖清德现在想办法打了，除了悲情牌可怜牌，再来就是夫人牌咯。在选举很少出来的太太吴梅如出现了她用很感性的影片，但不是直接受访这影片还有柔焦嘛帮她拍出来一个很感性的影片，说哇，当年她是阻止3位逆向行驶的恶煞，她敢挺身而出，跟大家保证她老公无所畏惧，还会照顾好台湾不过很有意思，有一段大家在讨论，觉得很神奇，就是说赖清德365天里面只放假1天，陪伴我的时间很少。但是没有办法，赖清德是大家的，那他是陪谁了呢？不知道，但大家可以后续来想一想。但现在呢，3位候选人里面只有陈佩琪是出来陪柯文哲辅选的，那也被攻击他一出来辅选又说他是佩姬，什么各种攻击都有。那侯友宜的太太凯旋院的争议，刚刚我们前一段讲说他可能也要出面了，现在当然只有用声明的方式来表达对于相关他的财产，又不是他老公的财产，还有没有选举，那以公开性处理争议，但后续据说也要出来
一起做选情做点什么，所以大家打夫人牌，那打矿工牌，打悲情牌，打台湾好小孩哦，好金孙，那就有用了吗？亮哥。不，这个总统的夫人就是第一夫人呐、那第一夫人是有一些公众角色扮演的，有时候甚至还可以协助出访啊。所以韩国的第一夫人出访的可多了，那个就太过了，太夸张了。对我只是说，所以他跟市场不一样啦，市场你可以不露脸啦，总统夫人不太可能不露脸。当然哦，那尤其是我们台湾特殊嘛，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场合，可能他去那个政治敏感会低一点嘛啊。那其实赖清德昨天那支广告是做的蛮不错的，这个良心讲啊，从专业标准讲，那支我也看了啊，还蛮感性的。对，而且他那个定那个调是对的啦，他在买菜嘛，对不对？就很平常的样子。事实上我知道他的一些细节啦，因为他还特别从台南请调到高雄，因为他在公家单位做事，所以他要避免赖清德困扰，所以是一个我觉得有点像周美青啊，你知道哦，就是要避免让老公困扰，所以他就自己主动调单位啊。一人就业，他是全家失业，马英九是不管了，反正就是有这样的一件事啊。那侯友宜他的太太事实上也该出面了，这个事情，这个凯学院，我觉得最近侯友宜的民调会起伏啊，还是跟凯学院的事情有关啦。所以坦白说啊，赖清德并不是选得很好了，不是啦，赖清德就是因为这个最近他那个侯友宜啦，还有柯文哲啦，也涉及部分的涉己事务嘛，所以民调才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起伏啊。不然赖清德事实上他的身世就一直僵在那个地方，那个就周一蔻讲那个啊，周一蔻怎么今天都是讲大实话啊？奇怪了，他这个话我也蛮同意的啊。那个我觉得他是讲立委选举了。那如果是讲到前一阵子的皇城内的民调估计啊，那个是应该是公益信托之前的。那个时候民调真的不好，所以那时候真的止血了民调。党内真的是有压力啊，叫他做处置嘛。他后来真的就是做了嘛。我讲公益信托了啊，公益信托之后真的有止血，我认为有相当幅度的止血。选民就接受了吗？这个就不是接受，因为基本盘，因为一般人不会懂那么多细节。事实上，以我的立场，我认为他是做假动作。对啊，那可是呢，一般选民听不懂这些啦，那选民就会觉得他这样就是认错了。那事实上对我来讲，他没有认错啊，这不管啦，反正政治就是还是要看结果。可是立委就不是这样了，立委这一次很多地方都是 PK 盘哦，那都是5%甚至是2% 以内的啊。那个赖清德真的救不到了啦。因为赖清德自己就最多差不多40啊，你怎么去救？各地都在喊告急。对啊，你去救，那反而搞不好又得罪柯粉呢。那大家就宁可说你们都不要来了，你来就害到某人这样啊。可是情况都不太好，那主要的原因就是政绩不好，那老百姓的抱怨极多啊。那这个抱怨的极多，就通通都集中到立委的身上，就是总统可能还会有一些个别人呐，去特别思考什么台湾意识啦，什么台独啦，立委就不客气了，立委就跟地方首长一样了，该下台就下台了，就是这样。刚刚有个最新的回应哦，看起来比较像外销转内销又来了吗？刚刚前一段我们不是提到了吗？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共官方准备借选，逼着五月天在大选前必须表态挺统一等等的哦。传出的这个借选的来源呢，又是路透社又是外媒，所以前一段我们在想说，哇，又是一个王立强的模式吗？那要这个有施压正式表态的行为，现在倒还是个问号。赖清德提前表态了，赖清德现在立刻跟球杀球，是赖办吧？赖办立刻就开始发声攻击了。他说，包括在野党都应该要同声谴责中国大陆借选的问题。中国大陆借选啊，除了抓里长啊，办各种地方的影响力啊，现在连五月天都拿来操作了，说是来自于台湾国安机构的消息哦。委员，这选举的时候就一定是这样嘛？民进党就是狗是改不了吃屎嘛，而且他觉得很有效嘛，他就要从打两岸之间的矛盾，转到
选举里面，那就是蓝绿之间的斗争嘛。那他就觉得说啊，蓝的就是跟中共站在一边，那你们这些反共就要跟我站在一边，就这样。中国大陆如果觉得用5月天就可以影响选举，不是太幼稚了吗？我想中共搞台湾问题搞这么久了，不会笨到这样一个程度吧？我倒是想讲一下一个问题的，赖清德太太，我不认得她，不过我想她应该是一个 nice lady 了啊。不过她讲说，赖清德360天只放假1天哈，这会不会太夸大了一点？365只放1天，这会不会太夸大一点？第二个，我要问他一件事，一天呐，其他你一个被位的不知道。对呀、对呀、你是被位的元首，你在忙些什么啊？譬如说，台湾的空污的问题非常严重，肺癌现在是你们民进党一直在烧啊，你不是说很干净的煤吗？有很干净的煤吗？那你台湾的肺腺癌现在是癌症里面的第一个，请问你赖清德，你做副总统，你在空污上面你帮什么忙？第二个，治安问题非常的严重，你台南都开88枪，那我请问你赖清德，在治安问题上面，你有过什么样的贡献？物价也是涨到离谱了。哦，我是买菜的人啊，请问你赖清德，你有没有出来讲过一句话？哦，然后再请教你，孩子们买不起房子的话，那民进党执政也很多年了，请问你有没有责任？那你副总统有帮这些年轻人讲过什么样的话？我觉得没有嘛。啊，现在我觉得侯友最主要问题就是说，他们夫妻两个，一个是不愿意出面，他对政治本身大概就不是太喜欢。可另外一个呢，你侯友宜呢根本就不会表演的人啊！你看他昨天出来讲那个房子的事，如果今天你换了赖清德来讲，啊，你的儿子他还讲他孩子在火烧车死在里头，唯一的儿子。如果赖清德啊，光这个题材可以哭10次啊！对，就他，你看他讲的时候也平平淡淡的讲，啊，讲的速度也很快，也不会这样故意哽咽啊，讲不出话。所以这政治是个表演的艺术，或者是骗术嘛，好不好？你也稍微表演一下，而且还不是表演，是真的这件事情带给你很大的痛苦，你有很多感情要去叙述，他连这个都不会讲，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说，国民党的人就真的不会选举的原因，就是他们根本不懂得要讲，不要讲理讲法，你要讲情啊，哦，而且越滥情越有效果。你看国民党哪个在选举的时候去跪过？那民进党就为了自己的同党人要选举，他就敢下跪啊，对，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当然要讲的啦，媒体啦，除了你们这一台，可能还加上已经关掉的那一台，已经关掉的，还有另外一台啊，东森好像有时候也讲一些比较真实的话。请问一下，其他的媒体90%的资源在谁手上？在民进党手上嘛。所以说这个房子的事情。为什么伤侯友宜很重？合法的伤得很重，不合法的违建的这个赖清德的反而不重。过关了，为什么？我就跟媒体的宣传啦。德国以前宣传部长戈培尔讲了一句话：谎言啊，说1000次啊，就变真理了。不用说1000次了。娟老师哦，有绿媒的观众到现在还认为赖清德那个房子只有29坪啊，对，228平的登记真理自在人心了。真理自在人心，而且案子这么多，每一件都可以轻轻带过。我稍微讲的直接一点啊，因为两位跟我这个感觉上，因为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就是有关于这个图利3立集团的这个黄国昌的这个爆料啊，这个郑文灿不是这样子，好像这个用这种掩盖的方式来表示，就是说他讲的是，因为你已经把人家中天集团关掉了嘛，那你这个要图利3立集团的这件事情，你要做的要让人家有一点幸福的感觉了。因为刚刚亮哥讲到说是好像民进党的支持者认为他这个房子啊什么还是29坪也只值103万的话，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台湾对，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那台湾就这样子嘛，那怎么办呢？那要我怎么办呢？那书就不要读。我在台大教授的时候，全部教没有廉耻的观念。坦白讲，我们在政治哲学当中的话，这个叫 free rider， 没有廉耻人的话呢，在大家都注意廉耻的情况下，还获利哦。啊，你要知道这个是获利的。我想过很久这个问题啊。我另外要讲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啊，就是说赖清德夫人啊，她讲的话哈，对你们来讲听起来感觉不一样，对我们来讲的话啊，说因为当人为了保护别人的时候，其实是不畏惧的。啊，然后是说他本身被攻击过，他赖清德选择台湾就会把台湾照顾好，哪个人不是选择台湾的？哇塞，底家短，底家弯腰嘛，细底家，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啊，
你选择台湾这个事情，难道你要干什么啊？你讲这种话，你们都看不出来这个话本身是有含义的。这个话本身来讲的话，对很多人来讲，好像你一想，像我本身，我这个形象，我这个姓氏，我这个样子，我这个姓氏终于出现了，因为凯旋院也是我们的院，我们这个姓氏本身来讲的话，好像就是有原罪，不能够选择台湾一样啊。你讲这句话，你等于是说赖清德是个人，他一定会照顾人应该做的事情。你现在连人的事情都做不到了，你就没有人性。你等于是讲这个话，你不会讲这种话，为什么？你这是废话。这个话我听起来非常敏感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长期来讲的话，台湾照顾好，对我们来讲的话呢，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今天大家同舟共济，2300万人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共享这个价值，我们要一起建设台湾，我们一起要努力的让台湾发光发热，至少应该讲这种话嘛。你讲这种话，你现在跑到菜市场去买菜。刚刚我们亮哥说良心话，你对赖清德基本上是已经同情到极点了。那个买菜拿着菜来的样子，你觉得很好？我觉得一点都不好，因为他老婆了对了，他老婆讲的，因为这个菜非常贵了。因为我们家里的话，我跟你一样，常常也去买菜啊，菜非常贵。我昨天买2颗小小的那个叫什么洋葱啊，就60块钱的啊，它非常贵，以前20块，现在60块。这个大家要了解，这个是你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你本身拍广告，说句良心话，如果你的选举策略只是感动你已经感动的人，你就没有资格当这个共同的领导人。你要感动我啊，对不对？我本身来讲的话呢，我这次从回来坐飞机碰到伍佰的时候，我感动的不得了。我说伍佰、吴俊霖那个台客精神，让我真的是深受感动，觉得很骄傲啊。那这个五月天的情况下，其实也是差不多啊。那你要了解这个里面当中所强调的重点是说，你要拿出台湾的优点来感动人，不是拿出台湾的这种区隔来感动已经被你感动的人。所以刚刚亮哥讲说啊，大家都认为他没有事情的话啊，就是这么个小房子就值103万的话，那很好啊，那就很好啊，你就这样的认定啊，有什么差别？可是岳老师，我看到那一段的感觉，只是说他对抗恶霸的神话。我们15岁的孩子，只是出来讲一句正义的话，他就被杀了。那个国三的孩子是，所以我跟你讲，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啊，什么干哥干妹的这种人啊，那基本上都不晓得在搞什么。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国际以及国内议题大白话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台大政治系教授，对不起，哲学系虽然什么都懂的教授，苑举正老师。我马上就要转政治系了。好，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是前立委林玉芳，大家好。看看选举的议题呢，都打房子，好像打得没完没了。但赖皮寮厉害了哦！最新大家看到这个画面是说，赖品妤跟赖清德这个宣传车一起开到了赖皮寮旁边来。这个全新建造2层洋房，成为建商最爱的新标的物的这样子的一个宣传车。那所以就有线上的其他的朋友就分享了说，哎呀，史上最刚好照到。是史上最不要脸的宣传车，尺度大开是说这刚好就在这个地方停下来了，哦，这厉害了。所以龙抬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对比一下哦，它是违建没错吧？哦，那么对比合法的建筑租屋投资，那现在侯友宜的妻子已经宣布，这是属于太太的房地产嘛，而且婚前所继承的嘛。那现在凯旋院要拿出来做社宅，国民党说，那如果这样的话，候选人都政治人物有这么高的标准，那蔡英文以前海霸王房东应该要比照办理啊。海霸王租出去年收入多少？这个租金是4000万哎。那如果他也捐出来做青年住宅，补助低收入，哇，精华地段，年轻人不就更好？附近有好多学校啊，是不是都要用同样的道德标准？情理法，如果法这个层次都没有过的话，那情跟理，大家比照办理来做吗？所以亚洲周刊的报道认为绿营不愿接受的现实，他怎么评价呢？意图看清3位总统候选人的危机管理，赖皮寮叫做赖皮寮，赖着不拆。侯友宜凯旋院改为社宅，柯文哲停车场变回农地。好，那最不要脸宣传车开进赖皮寮，不是我说的哦，是那个脸粉专说的啦。他说，那有一个所谓风水说，就大家一直这样怀疑说，为什么赖清德迟迟不拆嘛？不是讲风水吗？那现在针对赖皮寮风波，邱毅还要继续说危机处理的5张牌顺序来帮他回忆一下哦。
悲情牌、拖延牌、泥巴战、民调牌。民调牌是什么？就是各种民调说，你看吧，我们赖皮条的风波已经止血了，还回温了啊。司法牌是什么？用兴讼的方式来压制批评的声音，制造寒蝉效应去告人，那或者是把网友用网军去出征等等的这样的方法。而赖清德老宅被封为万里地堡，哇！内部可是很多帮他说话的声音是很不平而鸣的。怎么说呢？民党副秘书长黄健嘉就跳出来说了，只不过区29.3坪，我昨天跟一个立委同台说，他说是27坪啦才这么小的房子而已，怎么可以说是豪宅呢？价值才多少钱？103万，就这样的价值，很多立委的车子都比这间房子还要贵呀那可是我们就客观的来看一看嘛，大家都是在选战讲悲情牌，讲可怜牌，那事实什么？事实是之前特勤租记得吗？在他住的那个老家房子旁边，22张床搬出来那个小房子月租金是8000块，在万里那个地方。那如果投报率的算法的话，那至少附近的房价市价可不是才103万那么便宜，8000块那个地方租更小啊！如果说好赖清德是29.3坪，那旁边维安的不就更小吗？所以这个市价定租金的这个说法，显然民进党的说法又是一种混淆视听的说法吗？而王义传也要帮赖清德辩护，但你听不听得懂？我是不懂啦。他一大段，我来简单帮大家念一下：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幽灵就是神明，神明就是幽灵然后所以它是违建，所以到了怎么样？7月的时候会浮出来，过了7月之后又会变成违建，有人听得懂吗？重点就是我听到他们的说辞是，它是不合法，但它不违法。目前的说法是这样，大家民众听得懂吗？他就是让你听不懂让你可以糊弄过去。好，所以连各种的科学证据都可以拿来糊弄嘛。例如空拍图不就是科学证据吗？你到几年间所新增的建物很简单吧？结果现在连新北市政府提出来的新增建物那些各种图，还有像这个是老天鹅娱乐把一些赖皮寮成长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这个成长史的图公布出来，结果立刻被攻击说，哎呀，是中共的中央厨房啊，跟网军拿出来的资料一样。其实这个进化史大家都看到了，它就是一个民间都可以拿得到的，甚至是官方曾经公开过出来的资料啊。而赖清德老家的争议律师告谁？新北地震公务，他们是主管机关那就告2个局长，说你们把这个资料误用等等，主管机关的裁定跟认定你认为不合理，那你要拿出证据来，而不是只是找邻居来帮你说说话，或者是说你好可怜，对不对？那现在赖皮寮的风水说，刚刚在讲是不是之前我们讨论到说，哎呀，维安特勤国安22个人都撤掉了，会不会影响风水？现在很有意思，马上有另外一派的风水师跑出来说，不，这个时候因为有安全岗哨，就好像在容器上面钉了根钉子，所以呢，反而对于容器不佳，选情不好。所以赶快把他们撤掉之后，才是真的太岁头上动土，大运压3年，要改运这是说法啦，还是说怕大家往这个方向想，对于他选情不妙？但总之，正常的一般的民众的想法是什么？这个是台铁当时南铁被迫拆迁的代表的其中一位陈志晓，他所引用的一句话：若由昧理思为恶，此念出蒙天必知。简单来讲，最后重点这2句。报应分毫终不爽，只争来早与来迟。当初怎么对南铁拆迁户，今天这些标准就会回到赖清德身上嘛？亮哥，这个各种违建，大家处理的方法不一样，对选情的影响又如何？这个事情呢，分别很清楚嘛，就是赖清德违法，侯友宜没有违法嘛。那赖清德价格比侯友宜低嘛，就这样啊。所以就民进党去强调价格啊，那有那么低？国民党来强调违法啊，是，当然是这样嘛。那赖清德违法不只是你没有任何使照建造就开始盖了，而且你还维安特勤也违法，然后财产申报也不实。我跟你讲我们在西方也看多了选举啦。西方如果说川普如果是违法，比如说逃漏税，那严重啊。可是不会有人去要求川普把他的房屋捐出来，怎么公益信托？这个大概只有台湾快来玩这一招吧。
就是说，如果是候选人他有合理的财产，这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本来就是各式各样的人都可能从政啊，是那意思就是从政都必须家里很穷，是不是？家里稍微有点钱就不方便了。那当年蔡英文参选的时候，大家怎么没有去细部查一下他的兄弟姐妹的财产有多少，他的父亲留下多少财产？违章建筑。那个时候为什么呢？人家没有这样选，那你现在变成这样在选，这个就是你拿不到别的议题了嘛。实际上，你赖清德更应该去注意的是，去对你的政绩的宣传啊，是不是找不到政绩啊？或者是你也讲一讲，你想出有别于蔡英文的政策嘛？社会安全网2.0，社会住宅加码，这个就是现实就出现，今天就出现了问题。能想到的就是这个，对不对？而且人家就刚好去查了，说2022年就是去年民进党的那个最伟大的不分区代表范云又来了，范云又以这个学生人权为由啊，说为了保护那个学生的这个人格权啊，所以这个学生带什么东西进校园啊，如果你要收藏他的书包，是不行的，违背他的权利。要有2个人在场，必须家长会的人或者学生代表会的人在场，你临时怎么可能找得到这2个人啊？所以事实上的结果就是不查嘛，所以毒品就进去了，武器也进去了。民进党怎么不检讨这个事情啊？就去年去年教育部刚通过的有关学校的管理办法第28条，你可以查一下啊。你认为这个比较严重？今天周玉蔻也难得有良心的又发言了，他说：“拜托你们不要再去扯什么，今天发生这个事，他就去扯侯友宜啊，说因为地点在新北市啊。对，然后你怎么没有市长等等？我跟你讲啊，这件事情即使有市长，也未必会知道啦。为什么？因为我找了一下资料，苏贞昌2021年刚通过社会安全网的第2期的预算407亿，他要用5年的时间配置到各学校9800多个社工人员。我们的国中跟小学就有4000家，一个学校配2个，你这样怎么弄啊？所以你的人力没有配到各个地方。你去看美国有多少社工人员在学校，比如说你如果在脸书写个恐吓留言，大概立刻有社工来约谈你了。那你去想一想，那个学校编制有多大？对，这个就是为什么民主党会花大钱嘛，你根本就没有做嘛。蔡英文从2016年就在讲社会安全网，小灯泡又讲了多少次啊？那现在又发生这个事，所以这个很有新闻感、对社会比较敏感的周玉蔻就知道问题出来了。他说：“你们一定要出来说话。”他是说蔡英文、赖清德、陈建仁，你们都要出来说话，要稳定社会的情绪啊。坦白讲，周玉蔻的话我是很少同意的。今天我是完全同意他的讲法，这个问题比这个重要多少啊？爆炸了！其实我们在群组里很多朋友的群是吧？都是舆论爆炸的。结果你现在在吵，我知道民进党明天要开记者会啊，要去讲新北市教育做得多差啊，所以才会导致这个事件啊。这讲这话就是笑死人嘛！你社会安全网中央有多少预算啊？然后你那个伟大的不分区范云呢，造成学校没有办法去检查去学校的学生书包里面带了什么东西啊？违禁品啊、毒品啊、武器啊，谁能检查？那有关校园霸凌、学生互殴这种事情，教师法管不了啊！你不用中央下手，怎么可能处理啦？这地方单位怎么可能处理嘛？要再这样误导、这样搞选举，搞到整个国家都亡了，这种政党是最无耻的。所以委员，当我们看到这个老家连一个最基本的是非的问题，现在还在扯，好小好穷，不管是228坪讲成29坪，还是说明明哪一年建出来就是具体有证据的，但现在要告或是要强调邻居出来帮忙说话，都是强调不代志的对了。其实我讲对美国人来讲，说谎是最严重的事情。对啊，所以在美国，你可以骂人用很多种字眼，你不如骂 liar， 你骂人家骗子，他就跟你拼命到底。那请问你要赖清德要不要出来讲一次？
你当这个房子是谁的？刚开始是讲是谁的，还说有缴税，说亲对不对戚的了。后来对啊，亲戚啊，亲戚谁？亲戚是你儿子吗？啊，你现在要信托，你儿子有没有同意？对不对？你现在信托到目前为止讲，好像说赖清德在信托嘛，好，故意信托嘛，这样你儿子才有权利的，所有权现在不在你身上哎。我在这个，因为我长期在这个外交国防委员会了，那以前在学校教书也是教跟这2个领域有关，所以国安局也请我去当过讲座，哦，我大概前后也教了5、6年、6、7年的书啊，所以我对国安局的这个态度我是比较有兴趣的啦。我要请问一下，这些特勤人员变成保全人员了，甚至扫地打你扫平没对啊，除这就就是啊，兼清洁啊，保全人员兼清洁啊。我要请问的一件事，这个是持续多久啊？应该是4年，啊，将近4年了。他赖清德当副总统以后大概就有了。我请问你国安局，这要透过国安局，这是特勤中心嘛？你们凭什么？你们凭法律的哪一条可以派保全人员、这个特勤人员到一个没有总统、副总统居住的房子里面，每天在那个地方？那我要再请问一下，这样子多少钱？你刚刚是住那房子1个月8000块，特勤他们休息的那个房子，好，8000块钱，4年来你们付了多少钱？最主要是这些人的薪水谁付？人力纳税人嘛。我们每一个人纳税所以人的钱啊，就是国库通党库嘛，不就这样子吗？4年呢，你请这么多人2班制在轮流，一天可能在那个地方就大概有8个人哦，很可能就有8个人哦。好，在轮班，那你这个薪水下来，4年下来，这个薪水是上千万呢。那请问这个钱是应该谁来买单？如果在美国，这个事情跑不掉。因为国会马上就开个听证会，你国安局局长就要出来做个说明，啊，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我再问一下，我们是依法来治国，哪一个法条规定你一个？再讲一遍，总统、副总统没有住在里面的房子，你个长期派人特勤人员变成保安人员兼清洁工，你告诉我，光这一条。赖清德就没有资格选，他没有回应过这个问题耶，从来不回应，当作没发生。而且我告诉你，在美国，你光一件事情就完了，这是非常严重的，非常严重的是，我告诉你，水门案，尼克森为水门案而下台，对不对？水门案是尼克森派人进去监听的吗？不是啊，尼克森只是说了一个谎，他说我一直到某年某月某日，我才知道原来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人去跑到民主党的总部去窃听等等，还有涉及到这个所谓政府人员，这样，他就是说这个谎，这个谎他就必须付出代价，他就必须下台。可是我们的赖清德说这是亲戚的房子，你告诉我亲戚有缴税等等哦，对不对？对啊，儿子是亲戚吗？没有人会把儿子当亲戚的吧？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个民进党呢在替赖清德辩护，我就是看不下去。好。这是一个小事，但小事可以看出，你处理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处理的。你哭哭啼啼讲了3次、4次、5次，然后哭了5次，不是这样子的。别激动，换我来嘛。啊，岳老师，没有，因为这个赖清德这个房子事情搞成笑话了啊！因为这个左右2位他们都是实际上参政过的人，所以一直强调自己的这个诚信问题非常重要。我倒是因为我是教育人员嘛，我对于这个王义川啊倒是特别有兴趣。王义川他原来是台大土木系毕业的，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好像变成哲学系毕业的啊！他讲的比我还虚啊！这玄之又玄了。我把它稍微改一下，就是说有椅背就是没有椅背，没有椅背就是有椅背啊！我都搞了个半天，你看不到是你也这样中。这个王义川在大陆基本上是等同于吃不起茶叶蛋的这个等级啊！这个完全，而且是更严重啊！就说我都搞不清楚他。据说还在民进党里面当过交通局局长，在台中市了。
那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就世人不明啊，的胡言乱语，他这个东西比说谎更严重，你知道吗？现在民进党全党在挺王一川，不是走到哪里这个候选人都拿个牌子抢救王一川。不是胡言乱语到这种地步，你刚刚你讲出来这个什么有神有鬼的，不问苍天问鬼神的，这个基本上讲起来，我们的教育是很失败的。就不要说是讲不讲实话，你只要讲正常的话都不得了了。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黄建佳嘛，他讲的这个。你光看那个房子弯弯延延的，就是你只看到龙头，后面还有龙尾巴，龙尾巴还有这个花园锦鲤啊、扶苏，然后这个各方面搞得风水好的不得了。还有龙池103万，我们3个人凑一凑，把它买下来算了。我跟你讲，这不对太耶，麻烦了嘛？竟然才103，对呀，居然这么他是违法的。我觉得你既然在民进党里面当官，你就要知道，你本身的话呢，从政过，你讲话是有责任的。我认为啊，这个我们在台湾的教育啊是非常失败的，就是说是刚刚讲谎话的时候呢，好像没有什么，还基本上的话呢，选票大于廉耻，廉耻大于一切。所以说这个有没有廉耻都无所谓的话呢，你说谎的这种情况，你要处处跟美国学。我觉得在这种问题上来讲的话，民进党本身要非常了解啊，今天你有这个机会啊，能够执政。你本身的话呢，对症下药，你要解决问题。你搞的这些人的话呢，你让大家感觉很荒唐、很紧张。你知道，像这个黄建佳、王玉川这些，他们讲出来的话，一般人根本都听不懂。然后你在接下来的时候，你这个人家说是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你刚好相反啊，你宽以待己，严以律，超级严格。对呀，超级严格。你刚刚讲到这个，因为我看了好几次，就是陈志小，就是他们讲到这个有关于这个那个铁路地下南铁的时候，南铁拆迁的时候，我们是看到影片当中十几年前的时候，那个是大家看到那个场面非常难看，所以他们就讲了一句话，就说你为了你的父母哭了5回，那我们自己的父母不是父母吗？而且他们很多人的话，当初那个社会的弱势团体，他们自己感觉到就是勉强要求你稍微这个让他们缓一缓。这个情况都不行，那你现在的话呢，自己弄到这边，居然完全不回应，那我觉得说，慢慢的哈，在外国也慢慢这个媒体就传出去，至少现在都是使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他们已经知道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应该啊，在台湾地区实行民主政治，应该是很骄傲的，对不对？我都坐在立法院旁边，应该觉得很骄傲的。现在话难过的要命，你知道吗？难受的要死，对不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见到的惨状，见到的恶行。斑斑烈烈，各方面罄竹难书，真的不晓得该怎么样。选举选成笑话吗？不过苑老师，可是民进党他们评估认为这件事他们已经完全止血，还回血了，只要这样就可以了。不是那个姚立明不是喊着稳了稳了吗？如果稳了，台湾就不稳了啊！如果民进党稳了，台湾真的不稳。由选民来决定，看看选民最后投票结果如何。但是这个话题还没有结束。